我在一个卫生间里面上洗手间，有一个戴着眼镜，然后我当时对他印象不太深刻。你知道，就可能我根本就分不清楚谁是所谓的工作人员，谁是领导，谁是这个大哥那个大哥，我就觉得我可能也见过他吧，挺像一个大哥的。然后在洗手间里面，我在洗手，突然一个陌生的，离我也挺陌生的一个男人，中年男子过来跟我说：“哇，你没有想过开演唱会？”当时我也不知道他是谁，我是想啊，但是应该开不了吧？当时也没有刚入行，也那时候应该才刚入行半年吧，然后也没有写，还没有开始写歌，还没有开始发歌，一首歌都没发表，然后就有一个人跟我说要让我开演唱会，后来结果我当时也没太当回事，我就走了，然后就去准备晚上的那个航巡演最后一站。后来结果演唱会开完之后，过了一个月不到好像，然后超哥就到天宇传媒来找我。当时就说。我们想办法整你的演唱会。我一听哇，这个人有神经病吧？一首歌都没有，让我开演唱会，我干嘛？我整场演唱会，哇，将近20多首、30首歌，我全翻唱吗？开一个翻唱演唱会啊，好奇怪的。然后，但是超哥跟我讲了一个故事，他说他每天。他看完那个《快乐男生》之后，每天晚上要听那个，就是张国荣的舞，睡觉，而且会说他说我一个大老爷们儿，大半夜的听着另一个男人唱歌，我还哭着睡觉。然后他就说，他觉得花一定可以开演唱会。然后我说，然后我说那要什么时候？他说就今年。我说今年没几个月了呀。对，当时是14年，对不对？今年开啊，那歌怎么办呢？写呀。然后我想，好吧，那我就。试一下吧，然后他真的就在那么短短的几个月，3个月、4个月。第一年是几月份开的？9月份吧，我记得，对不对？9月吧。然后航巡其实结束到9月，其实没多久，对不对？好像真的就不到半年吧，3、4个月吧。差不多。3月份啊，整整半年，对不对？然后开始写歌开始做专辑，然后录音编曲，找制作人，哇！而且做第一张专辑还遇到了很多麻烦的事情，好像我之前也介绍过，对不对？刚写了2首歌，找了一个制作人，后来发现不合适，然后又重新再换，然后呢，最后找郑楠，做了一张专辑。而且那个时候，其实郑楠从来没有跟我合作过，因为其实，在快男的时候，郑楠是帮别的选手编曲的。然后我只在旁边偷偷的听，我说哇，这个编曲好厉害啊！这个人认识一下他，我跟他合作。后来我们在快男的那个庆功宴上之后，在一个小的酒吧里面，我不认识郑楠，但是我喝一点小小的酒，我看他好像也喝多了，然后我就过去跟他搭讪。那个郑楠老师你好，然后他也喝的差不多了，然后我说我很喜欢你的编曲，他说我也好喜欢你唱歌，我很喜欢你的音乐风格。然后我说是啊，我说我觉得我的音乐其实，我想要做一点华语乐坛没有的音乐，我觉得，我想给这个行业带来一点不一样的东西。然后
还有我们每次乐队的固定的乐手们。还有，其实还有，不好意思，就是你们可能很少听到他的名字。这个人叫，就不说他全名了，我叫他鹏哥。对，然后他其实是每一年，其实，与其说我是总导演，其实他参与的可能不比我少，因为其实从来没有怎么提过他的名字，但其实所有的环节，可能比如说今年这个演唱会，我给的想法，其实大部分都是他帮我去实行、去完成我的想法的人。哇！但是，谢谢鹏哥。而且鹏哥的团队其实只有几个人啊，2、3个人吧。他演唱会团队的人不多的，就几个人，但是干了一件大事。所以我讲了这么多呢，今天是我们这一周的最后一